那么这个动作呢，是左右手一分撑的动作，就好像开扇子左右打开的这分撑劲一样。那么下面请看这个动作的完整正面演示。海底针，我们接闪通臂动作，大家看，这时候我们脸臀立腰，提手收脚，这时候左脚收到右脚内侧，并不点地，右手收到体前，左手去找自己右手臂的内侧，出步，同时两臂内旋，左脚向自己左斜前方出步，脚跟落地，同时翻转，左手前推，右手向右外侧回撑，右手在自己右额头的偏右上方，掌心斜向上，左手向正前方推出，重心前移到左弓部，眼睛通过左手往外侧方向看，看远方，形成闪通臂的动作。海底针接闪通背动作，大家看一下，我们重心在右腿的基础上，继续脸臀立腰，提手，左手去找右手，两手同时内旋，把左脚提收的时候呢，提收到右脚内侧，但是呢，脚并不点地。好，出左步往左斜前方，同时两臂再继续内旋，左掌前推，右手在自己的右头的右斜上方，掌心斜向上，两掌分掌的动作，有一分撑动作，背往后倚靠，立腰立身，形成闪通背的动作。收手。海底针变闪通背动作做的时候，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腰胯这地方。那我们把立腰的时候，你看它出现塌腰凸臀，这时候挺胸塌腰凸臀形成这个动作，这是因为右腿支撑感觉到累了，那怎么办？他就开始找错误的这个动作去走，把自己的这个集中在右腿力量，把它集中到别的腿上去，别的这个地方去，所以它有一个分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脸臀立腰，继续抻实右腿。好，再来一遍。海底针做完以后，脸臀立腰立身，起手。这时候起手的时候不要蹬自己右肩膀，那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起手，这个手起来不要蹬肩膀，不要往回蹬。好，再来一遍啊，走，起手往上起，左手找右手来，找右手来，对，敛住臀，立起腰来，这时候左腿一起收。好，这时候就出现上下肢不协调动作，就是起手了，脚没有收，出现这个错误动作。再来一遍，海底针。好，一起手了，脚不动，这时候出现的上下肢不协调，这时候应该是一面起手合手，一面收脚，立腰立身，然后往正前方出步。这个时候出步呢，容易出在一条线上。那么这个方向呢，我们转过90度，让大家看一下。提脚以后，出步不转胯，直接出在一条线上了。看，左脚与右脚脚跟在一条线上了，弓步就形成翻胯的动作。右胯外翻，形成这种翻胯动作。因为你左脚呢跟右脚在一条线上，所以呢翻胯动作就很明显了。我们这时候应该左脚往外侧开，对，往外侧开步走，弓步，后脚跟自然的捻转，把右胯跟呢松沉下去，那胯跟平，两肩也平，这个时候就不会出现外胯的这个动作了。那好，我们再转过来，
我们出现歪胯动作，从侧面再看，脚在一条线上。好，歪胯的时候呢，这个膝盖呢就会冲过脚尖。这时候冲过脚尖的时候，身体也是出现向左歪斜。长期这样冲过脚尖，那我们这个膝盖慢慢就会形成这个疼啊或者不舒服啊这种毛病的这个在膝盖这儿。所以呢，我们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左脚要往外侧开点步。那么胯跟这时候也会出现毛病，往外凸胯。好，我们再来一遍转正方向的。好，弓步。这时候我们出现左胯外凸，身体向右倾斜，这个膝盖的左膝呢往右扣，你看往里扣，这时候身形就会出现歪斜。有的同学为了好像正，那我就只是把这身体转正了，但是胯还是突出去的。那么这时候我们左脚往左外侧出步以后，好，弓步，那么把胯根收住，左胯根松沉，右胯根松沉，这时候把身体调整正。那么有的动作呢，这个做的时候上手过高，不要过高，微微的在自己的额头的右前方就可以了。有的同学这个手呢往外开，不要往外开，找你自己中线去，找你自己左腿去。然后两肩呢不要一高一低，有的同学这个肩高，这个肩低，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松肩，两肩都要放松往下松沉，成两肩是平的，而不是一高一低的现象。好，那么眼神呢，一定透过你这手往远看。好，我们再转过来，再做一遍海底针。好，一收脚，这时候也是沉胯根，胯根不要往前起。这时候从侧面看，不要上来起，一定要是松下来，把胯根松下来。起立身，胯根还是保持松沉的，没有有起胯的动作，胯根还是松沉。再来，走一，沉胯根，立腰立身，背往后一靠。二，往左外侧出步。三，分掌。好，眼睛往远方看，收手。闪通臂这个动作呢，攻防上有一个分撑的动作。大家看，假设对方从上向我击打过来，那么我这手去接对方，接对方的手以后，一定要有一个往回引。回引的过程中转腰，转腰的时候，前手是推击对方的这腋下或者肋间，这么去走，两手是一个分撑的这种动作。那么做的时候，那我是从外侧手接，那从内侧手接，假设这个手我是从他身体内侧手接，那我就可以去击打对方的胸部。那从外侧手接呢，我去击打对方的肋间。所以从内侧手和外侧手接的击打的部位呢稍有区别，但是呢总的来说都是击打对方躯干部位。我们从海底针变闪通臂的动作做的时候，假设我从正方向，我这个动作做的时候，有时候身体出现歪斜、提肩、凸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自己身形，那么中正。杨氏太极拳讲究立身中正，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立身中正，保持我们身形的中正。这是提的时候，单腿支撑控制你自己身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歪斜。那么这时候出胯都不可以，左右胯都不许出。那么右腿支撑的时候很难说右胯突，而是左胯容易出现，因为你提左腿呢。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提腿一定要注意，是提膝不提胯。也就是我们在提腿的时候，我们是提膝盖，而不是什么提胯根。所以大家一定注意，千万不要提胯根，你提胯根身体上去就会出现歪斜，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胯根松下去。胯根松下是为了尾闾的中正。那太极拳讲究尾闾中正，对身形上来讲尾闾中正，也就是说咱们说的尾椎骨一定是正的，那它不是歪斜的。假设我们从后面看，我们在做的时候，
如果我们出现歪斜，尾椎骨是向侧歪的，尾椎骨什么时候都是向中正向下的，所以胯根一定是松沉的。这点在做的时候贯穿到我们所有的动作当中去。那么这个动作立腰立身以后，出步的时候不要在一条线上出步，这样就会翻胯。那我们从侧面看，如果我们脚踩在一条线上，这种翻胯动作也会出现两肩的歪斜。那么两肩的歪斜，这一翻胯的话，两胯也会出现歪斜。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如果正方向看，肩歪胯歪，这个动作不会正，所以我们一定要两肩两胯都要松平，让它形成一个左右对称的这种身形。那我们在做的时候，还有呢，主要闪通臂是两手分撑劲儿，这个劲力一定要出来。那我们练的时候，不仅我们把它的运动路线、运动方向做对，还要把它的动作意识做到这个动作里面去。所以我们在做海底针做完以后，脸臀立腰，背的后撑紧，把手臂带起来。这再走出步，两手的分撑劲，通过腰的转动把两手的分撑劲做出来。那么前手往前推，后手往后引，两手分撑劲，通过腰的转动把它带出去，最后达到极致，达到我们所要用的这种方法，感觉这个动作分撑劲能够体现在你的动作当中，而不是只是把这动作画到这儿，你看空空的画在这儿，运动路线、运动方向也没有错，但是呢，这个动作你就感觉不出它的力是在哪儿呢？是干什么？是怎么用？那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表现出来这个动作它怎么去用，是干什么用的。所以海底针做完以后，一定要立腰、立腰、立身，把手臂带起来，出步分撑，后腿的蹬进，通过腰的传导到达自己的末梢去。也就是说，前手到达掌根，后手一定要到达自己右手的外侧方。好，那么闪通臂用法就讲到。